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啊！我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实锤了啊，这个俄罗斯 UMPK 滑翔炸弹的研发人员，他真的是间谍，好吧？我的话呢，在这个2025年的元月12号，我的话呢，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俄罗斯 UMPK 滑翔炸弹研发人员的话呢，他可能的话呢是间谍，因为啊，这个 UMPK 滑翔炸弹呐、它的这个控制板的话呢，它上面的这个精准电路啊，非常的诡异啊。然后我的话呢，我就怀疑的话呢，这个俄罗斯 UMPK 滑翔炸弹，它的这个研发人员的话呢，他的话呢是间谍啊。当在这个 B 站上面的话呢，播放量是5.6万，然后的话呢，在这个抖音上面的播放量的话呢是3.7万，好吧？大家的话呢，我在这个 B 站和抖音都有号啊，大家可以的话呢，在 B 站或者抖音上关注一下我啊。我在这个抖音上面的粉丝的话呢，就是22911个粉丝啊。我在这个 B 站上面的话呢，就是178997个粉丝。好，加起来的话呢，已经超过了20万。好。我为什么的话呢？怀疑的话呢？这个 UMPK 滑翔炸弹，它的这个研发人员的话呢，是这个间谍呢？因为的话呢，你看，它上面的话呢，用到了一个单片机，这个单片机的话呢是 STM32F405 VBT6 这样一个单片机。然后的话呢，它的话呢搭配了一个的话呢8兆赫兹的晶阵，一个8兆赫兹的这个无源晶阵。那么的话呢，你看这个控制板的走线呐、非常非常的诡异啊。你看的话呢，这个与这个晶阵的连线呐、你看它的话呢千里迢迢，然后一定要把这个晶阵的走线的话呢，绕到这个电感的旁边，然后过来匹配电容，然后另外一条走线又是这样过来，你看这千里迢迢的这样走，特别是下面这根线呐、非常的诡异啊！你看下面的这个线，它的话呢靠近这个晶阵的话呢靠得非常的近。下面这个线的话呢，就是距离这个40期缪亨的电感非常的近啊。它现在的话呢，用的是一个一体成型的全屏蔽电感。那么的话呢，这个电感的磁力线基本上的话呢，被包裹在了这个电感的内部，外溢出来的磁力线很少。但是的话呢，如果哪一天的话呢，这个有心人士的话呢，把这个全屏蔽电感把它换成了这个半屏蔽或者是非屏蔽电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磁力线外溢，以后就会干扰这个晶阵，了以后的话呢，进而的话呢就会的话呢造成了这个晶阵的话呢跟这个陀螺仪啊。它的话呢，这个通信不上啊。你看我现在圈出来的就是这个陀螺仪，这个陀螺仪的话呢，跟这个单片机之间呢，它的话呢是串口通信啊，串口通信。如果你现在的话呢，这个你把这个全屏蔽电感，如果的话呢，被这个有心人士把它换成这个半屏蔽或者是非屏蔽，就会有大量的磁力线外溢。外溢出来的磁力线的话呢，就会对这个晶阵造成严重的干扰，进而的话呢，导致的话呢，这个单片机和这个陀螺仪之间的话呢，通信失败。这个陀螺仪啊，这个陀螺仪是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无人机啊、导弹啊、各种各样的飞行器啊，包括的话呢，这个无人车呀。它的话呢，最重要的传感器没有之一，好吧？所以的话呢，我就非常的奇怪，
它的这个走线的话呢，为什么的话呢要千里迢迢的故意把它放在这个电感的旁边啊？好，你看我们这个左边的话呢，就是一体成型的屏蔽电感，它的磁力线基本上被束缚在电感的内部。然后我们的话呢，这个右边这个图的话呢，就是这个半屏蔽和非屏蔽，这些磁力线它就放飞自我了以后的话呢，在这个电感的周围很大一片区域的话呢，都有这个磁力线的话呢飘散出来。那么这个飘散出来的磁力线就会对这个晶针的话呢造成非常严重的干扰，进而有可能导致的话呢导致它的话呢与这个陀螺仪的话呢通信失败，进而造成的话呢这个 UMPK 滑翔炸弹的话呢失灵啊。好，你看我们这张幻灯片的话呢，你看这个左边的这两张图1和图2，它的话呢用的是这个一体成型的屏蔽电感，但是的话呢最右边这个图3，我的话呢最担心的事就出现了啊。它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 UMPK 滑翔炸弹呐，它上面的这个一体成型的这个全屏蔽电感被有心人士的话呢把它换成了这个半屏蔽，好吧，这个的话呢就是一环套一环的啊，它的话呢就是故意的话呢把这个晶子呢非常靠近电感，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呢都是用的一体成型的全屏蔽电感，那么的话呢，这个 UMPK 滑翔炸弹基本上的话呢，说不定百发百中，但是的话呢，在后期，它的话呢，把的话呢一部分从这个全屏蔽换成这个半屏蔽和非屏蔽，那么比如说原来的话呢，有95%的这个成功率，但是后面的话呢，随着的话呢，这个电感的话呢被替换，那么它的成功率的话呢就有可能是有80%、60%、50%、40%、30%，好吧，甚至的话呢全军覆没，一枚都打不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没有人会怀疑到的话呢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因为的话呢，这个 UMPK 滑翔炸弹在早期的时候，它的话呢工作都是非常正常的，基本上的话呢这个可靠率95%，但是后期的话呢它的成功率越来越低，那么的话呢你的话呢怎么样你都不会怀疑的话呢他们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好吧，好，那么的话呢你就有可能怀疑啊是不是这个乌克兰呢他们的话呢研发了这个新的干扰，比如说研发了这个新的这个卫星干扰，这个 GPS 干扰，或是干扰了你的格罗纳斯，让你导航的话呢偏离了，是吧？你打死你都不会怀疑的话呢，他偷偷摸摸的将这个全屏蔽的话呢换成了这个半屏蔽或者是非屏蔽电感，进而的话呢导致的话呢这个单片机和这个陀螺仪的话呢通信失败，进而的话呢造成这个 UMPK 滑翔炸弹的话呢它的话呢打不准，或者是的话呢在中途的话呢就坠毁，好吧，你说打死都想不到。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把这个视频做了以后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人呐，这个热心人士啊，他们就是的话呢，圈了这个的话呢，比如说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呐，好吧，然后的话呢，应该俄罗斯人的话呢，也注意到这个事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现在这张幻灯片的话呢。它的话呢，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最新款的 UMPK 滑翔炸弹，它的这个控制板啊，你看这个右边的话呢，就它的这个控制板，这个控制板的话呢，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的话呢，它的话呢，就是将这个晶针，你看，它把这个晶针的位置的话呢。
挪了啊，把这个金针的话呢下移，你看。他把这个金针的话呢，现在的话呢下移啊，我的话呢来，这个左上角就是老版本，这个中间这个中间这个就是最新款啊。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话呢，他们的话呢已经对这个电路啊进行了这个修改，好吧？好，完全按照我给出的这个意见，然后进行了这个修改，好吧？那要怎么样哦？这样哦，这样啊，这样的话呢就好。这个最新款的这个俄罗斯的 UMPK 滑翔炸弹，它的话呢完全按照我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它做了哪一些修改呀？你看，它首先的话呢把这个金针把它下移，你看把金针下移，然后靠近了这个 STM32 F405 VB T6啊，你看它把它下移了啊。下移了以后，然后把上面的话呢，把这个电感的话呢，把这个47缪赫的电感已经把它挪掉了，已经把它的话呢挪到别处去了啊！你看这块位置，把电感已经挪走了，好吧？好，然后的话呢，按这个金针的话呢，非常靠近这个的话呢，靠近这个单片机，好，并且的话呢，做了包底处理，你看这个左边就是使用前，你看这个左边的这个走线好诡异啊！你看他故意的话呢，把这个金针的走线千里迢迢的，然后送到这个电感的旁边去，好吧？你看，并且的话呢，我个人觉得研发这个 UMPK 滑，就是有没有人的话呢，觉得是不是他的水平不行呢？其实研发这个UMPK 滑翔炸弹的这个人呢，他的研发水平是可以的啊，但是他的话呢，就是故意的话呢，把这个走线非常靠近这个电感，然后这个最新版的他就已经把这个47缪赫的这个电感把它的话挪走了啊，然后在这个金针的附近的话呢就没有干扰源，好吧？然后可以啊，可以，不错，好。然后我不知道的话呢，这个研发这个老版本的这个研发人有没有的话呢被抓啊？我的话呢敢100%确定的话呢，应该的话呢就是这个间谍啊，并且说不定有人跟他打配合啊。你看刚开始的话呢，全部都用一体成型的屏蔽电感。然后在后期的话呢，逐渐把这个一体成型的屏蔽电感，慢慢的把它替换成这个半屏蔽和非屏蔽。那么在后期的话呢，这个 UMPK 滑翔炸弹的话呢，它的故障率会越来越高，甚至有可能到最后的话呢，一枚都打不准。好吧，你的话呢，你打死你都不会怀疑到这个地方来。你的话呢，只会的话呢，怀疑的话呢，是不是这个乌克兰呢？他们的话呢，找到了这个新的干扰方法，好吧？好，那你看我们的话呢，这个金针，你看这个金针的走线要越靠近这个单片机越好啊，越靠近单片机越好。并且的话呢，在这个金针的这个走线的旁边我们最好是做包底处理，好吧？好，那今天就讲到这样吧，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觉得有帮助就给我点个关注，好。然后的话呢，可以的话呢，在这个 B 站或者是的话呢，这个抖音上面关注一下我啊。我的这个 B 站上面的这个粉丝的话呢是17.8万，马上的话呢，马上就是17.9万了啊，还差3个粉丝。
好，我的这个抖音上面的话呢，22,911，马上的话呢还差89个粉丝的话呢，就23000了。好，今天就讲到这样吧，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觉得有帮助，就给我点个关注。好，拜拜拜拜。